这一次的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按兵不动，其实让人觉得百思不可其解。俄罗斯这次如果出手的话，救得活救不活，这个我想从特工出身的普京一定是深谋远虑的。亲爱的各位大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6月18号星期三在全网播出的这样一条视频，告诉大家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首先是大家要高度关注伊朗局势。我有一种感觉，从现在开始，未来几天里面，伊朗可能会发生很多局势突变的现象。当然，另一方面呢，今天除了是消费日，同时也是我们证监会所属的那家公司正式成立6周年的日子。一晃6年过去了，那么我们将以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加丰厚的资讯，更加这个充满干货的价值来回馈我们所有的用户。好，长话短说这个先给大家说说这个伊朗局势。刚才我之所以说伊朗可能会在这几天发生巨变，大概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伊朗所有的主力部队的精英的高层已经几乎被团灭。当然，这个后续的很快提拔也很快，但是提拔也在继续遭到惨灭当中。另一方面呢，提拔的人毕竟这个经验不足，或者这个履历不够等等，尤其是实战经验还相对来说有限，所以其实难以有效的组织对以色列的反攻虽然对以色列的攻击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显然目前敌不过以色列对这个伊朗的这个几乎是地毯式的乱枪扫射式的，同时又非常精准的一个袭击。第二个呢，从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伊朗在上星期五战争爆发之前，他手中拥有的导弹大概在1500枚到200枚之间。那么到这个星期一，就是2天之前，伊朗已经发射了400枚了。那么换句话说，已经是1/5了或者1/3或者1/5了。估计这几天又消耗了几百枚。那么同时，第二个呢，还有导弹支架。大家知道，没有导弹支架的话，这个没有导弹发射架的话，导弹是发射不出去的。导弹发射架根据到昨天的情况这个伊朗大概已经被以色列摧毁了将近1/3的导弹发射架。那么如果说导弹发射架继续被摧毁，很可能伊朗这个将没有继续组织导弹反扑的能力了，因为你这个弹头如果没有导弹发射架，其实也是毫无用处。所以根据这几个情报，一个是军中的这个情况，高层的情况，另外一个导弹的发射的情况，尤其是导弹发射架被以色列军方摧毁的情况来看呢，估计局势会向着很快的方向巨变。另一方面呢，目前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目前在地窖里面，这个处于相对比较，如果不说惊恐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当中，因为他周围的很多人目前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里了据说精神状态已经处于高度的紧张。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来自美国和俄罗斯两方面。一个是美国方面现在已经亮明牌了。如果说前几天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只是说，如果说伊朗进攻以色列的话，我们将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昨天特朗普已经公开向伊朗喊话，说要求德黑兰无条件投降。那么这个就完全已经是无论从道义政治战略乃至军事上，完全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了。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讲以色列内部有3大战争目标一会儿再讲。第二个呢，在俄罗斯方面，就像前天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里面给大家做的现场的这个视频评论当中所说的那样，这个俄罗斯方面依然是按兵不动。这个按兵不动显然是俄罗斯有多重考量，但是问题是这里面有几个反差。第一个，3年多之前，也就2022年2月份，当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德黑兰是给俄罗斯很大的武器上的支持的，其中大量的俄罗斯的无人机是德黑兰支持的。那么既然你作为回报也应该有这简直是让人觉得这个不可理喻。第二个呢，是跟10年前的叙利亚局势相比，10几年前2011年、2022年、12年的时候，当时如果说没有俄罗斯的军事直接干预，阿萨德政权恐怕最晚在2012年就垮台了。所以无论是德黑兰在2022年对俄罗斯的武器支援，还是俄罗斯自己本身在2011到2022年对巴沙尔政权叙利亚的直接的军事支持，都让人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按兵不动，其实让人觉得似乎有点百思不可其解但是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就是莫斯科在做综合的各方面的考量。
当然，他既要考虑跟以色列的关系，同时要考虑他的中东的局势，同时要考虑跟美国的关系、跟西方的关系，还有最主要的是，俄罗斯这次如果出手的话，救得活救不活。这个我想，从特工出身的普京一定是深谋远虑的啊。如果说现在和未来几天俄罗斯依然是不动兵的话，或者不出任何支持的话，基本上德黑兰这个政权恐怕发生巨变将指日可待，甚至有可能就会在未来几天时间里面。当然，我要强调，伊朗一个伟大的波斯民族不可能灭亡，但是这个政权有可能会出现动荡。那么，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昨天我也提出来了，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一方面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格局发生的变化，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提出的新雅尔塔秩序啊等等。同时呢，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要做好两面乃至多面下注的准备。就像2003年当时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当时也提出，这个我们国家有两面下注。所以其实后来的伊拉克的变局没有对我们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企业利益构成重大的伤害，小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啊，不会构成重大的伤害。那么这一次20多年之后可能遇到伊朗，当然伊朗跟当年的伊拉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但是其实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就目前而言，如果说一旦发生巨变的话，这几天的国际油价已经发生了巨变。那么下面呢？那么国际油价如果发生巨变的话，对我们的油价啊，对我们的车主运输行业的成本的增加也会带来影响。企业上呢，中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像油田啊、基建啊等等啊，包括外贸啊，都会受到影响。当然，个人财富另当别论啊。好，那么下面我再继续来讲讲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下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以色列的3大战争目标，第二个呢，就以色列这次的军事情报机关，说实在真的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当然，情报机关的内幕我们永远不可能得知，但是就蛛丝马迹而言，我大概给大家透露一二。首先第一个呢，根据我们目前，就像当时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我当时也拼出了俄罗斯的3大战争目标。这次同样以色列有3大战争目标。第一个呢，就是直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以及直接摧毁伊朗最高层的指挥能力。应该说，从目前情况来看，核设施不可能完全被摧毁，但是只要最高层的指挥能力基本被摧毁的话，大概率就已经达到了这目标了。当然，后面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以色列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发射架。啊，这个将直接决定伊朗会不会还有还击能力或者自卫能力啊。当然，我这样说没有任何价值观，我们衷心希望伊朗能够长期的和平下去，中东和平尽快来临。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必须指出以色列内部3大战略目标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煽动或者鼓动伊朗的内部的，我们可以说是骚乱、叛乱，用以色列的话来说是起义。甚至是武装起义，这个说实在的，以色列的谍报机关目前正在内部策动，他能够把伊朗的党政军内部渗透的千疮百孔，他恐怕也有一定的动员能力，来煽动一些伊朗老百姓对现政权的一些不满，所以这个也要注意。那么，假如说届时等到高层的集体的军事指挥能力基本被摧毁，或极大的被削弱，大部分的导弹发射架被摧毁。至于同时再策动一些伊朗内部的，不管是不是有武装的起义的话，恐怕局势就会向着迅速逆转的方向发展。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说前者2个目标都不能达到，那也极大的削弱伊朗，使他未来无论在核能力还是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反以的行动背后都难以为继，都无能为力。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可能伊朗依然是目前这个伊朗，但是它的能力、它的雄心，当然也包括它的中东和全球的影响力，就不是这样影响力了。这个大概就是以色列的3大目标。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以色列是全力以赴是实行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如果执行差不多了，就进入到第2目标。所以现在大概是从第一目标向第2目标转移的时候，最后能不能或者是不是被迫执行第3目标？我们要观察，但很可能第3目标就没有机会实现了，一步到位，伊朗就巨变都有可能。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被迫进入第3个他的战争计划。好，那么下面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以色列还有一些，这次他的谍报机构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主要是以色列的，它叫 IDF， 就是 Israel Defense Forces， 就以色列国防军，它的内部的军事情报机关。它整个的这场活动啊，这场这个叫 Rising Lions 啊，就是崛起的雄狮这场武装进攻活动，最早从2023年的下半年开始策动的，然后正式开始组建队伍，正式要开始成型，是在2024年的10月份。那么在2024年的12月份，就距今其实才几个月之前啊，其实已经正式派了很多的人员来进行渗透了啊，渗透到不是渗透到党政军，而是武装力量直接的开始从伊朗内部里应外合了。然而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发生在2018年的1月31号，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批摩萨德的特工秘密潜入到伊朗，居然能够打开伊朗这个藏着不是核武器，而是所有核资料的一个秘密仓库的大门，把所有的核资料、核数据一箱一箱装上卡车，然后这个躲过了雷达，躲过了侦察机，然后居然可以安全运回以色列，由此掌握了伊朗的全部情报，然后就开始从2023年开始就一直在实行两方面，一个是集中对付伊朗的军队的高层，集中团灭；另一方面就集中团灭伊朗的一流的出色的核科学家。而这个计划短则执行了半年多，长则已经从策划开始已经有整整18个月时间了。当然里面很多细节是我们不了解的啊，这个当然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在评论区和我展开讨论。好，伊朗局势瞬息万变，希望大家更多的把我们这个视频分享出去，让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同时关注我们研究团队背后的一些了解的一些内幕研判。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